在温哥华短暂的2天探亲以后，我又踏上了返回 Tofino 的水上飞机，继续我在那儿1个月的生活。平时从温哥华去 Tofino 一般都得先坐轮渡，然后再开车几小时，所有路程加起来都得耗去将近1整天，到达以后都会觉得疲惫不堪。而坐水上飞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，仿佛刚刚还在温哥华的市中心，1个小时连风景都没看够，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小旅馆。喝喝的茶，我又回来了 Tofino。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做咖啡。回来感觉好不真实，感觉前几天在家的时候觉得，好像一切回到了正常，就是在家里的感觉。但是呢，一来到 Tofino 的感觉都不需要适应，完完全全又进入了这个一个人的生活，在这个宁静的小镇子里，每天和自己相处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开心。Good morning。今天是21号，早上起来去买了面包，8点钟就有人排队，然后我是第2个顾客，我是8点01进去的，结果后面买的时候就排起了长队。然后早上起来在这边的小公园里看着景色，然后安静的地方，阳光慢慢起来，让自己醒过来，很开心。回到 Tofino， 一切都是熟悉的感觉，小镇、海滩，还有我喜欢吃的面包。好吃到爆炸 ，Butter Croissant 它的那个 texture， 哇，完美。然后它也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可能陆续接下来我应该会去试遍他们家所有的 pastry 吧，真的太好吃了。Tofino 教会我的第一课，便是要好好的活在当下，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在城市中，我们奔波，我们焦虑，迷失在过载的信息和干扰之中；而小镇上简单的生活，却能让我认真感受当下的每一刻。而当我认真体会它们时，内心也会随之变得平静。今天日落的时候，拿着一个600的焦段的镜头去海边，沿着那个海岸线走，拿着我4成的相机，我很享受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有海浪，虽然没有什么风景，但是所谓的这种没有风景，其实也是风景啊，就是它虽然是灰灰的，也是一种美。Tofino 以冲浪而闻名，但是如果不喜欢冲浪也没关系，可以看别人冲呀。回来了，早上去买面包，因为他明天不开门。热了一个 oat milk， 还买了一个果酱，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好吃。今天我去的比较晚，快9点的时候去了，就所有的都有了。上次去太早了，有些都还没有出来。今天星期六，好不容易天晴，于是我去了 market， 然后去 market 买了一个项链，这个叫 Lemurian Crystal， 它外面包裹的是 kelp， 就它外面这一层其实是海带来的，这种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就是水晶做成这样子的挂饰的。老太太也很能聊，就一直在跟她聊天，就在她的聊天中，我可以注意到，就是她真的是对水晶和对她做的这些东西超级爱。她说她做每一个的时候，她都是在让自己就是心情特别好，然后情绪很平静的时候去做的。我相信这些能量，这些都是会专注在这里面。对，然后今天就走了 trail， 真的就是那种，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树林子，可以停在一棵树前看好久，就是看它的纹理，树皮上的青苔啊，看它的叶子，就觉得
真的好美，有这么多树围的，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，而不是一种会让我觉得害怕的感觉。中间的口感真的很湿，中间是软软的，超级好吃。Oh my god！ 豆腐、菠菜、胡萝卜，完美组合。好吃。每天自己做饭、做咖啡，天晴去各种地方散步、拍照，下雨的时候在家里看看书、发发呆，这便是我在 Tofino 轻松而惬意的生活。不，其实这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——冥想。每天冥想2个小时，连续坚持30天，便是我这次旅行的另一个目标。有人说，形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，于是这次想利用 Tofino 不需要工作，而且没人打扰的1个月来养成冥想的习惯。今天是每天冥想2小时的第3天，任务完成，耶！今天明显的感觉能够更加的坐得住了，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。平时可能1个小时中间要动动腿，然后现在是完全不想动。这一次的冥想不带任何期望，只是单纯的练习。早上1小时，晚上1小时，状态不好时不去沮丧，状态好时也不庆贺。想知道30天后有什么变化？今天是第9天，就快1/3了。今天的冥想的感觉就是腿麻，我的左腿特别的麻，导致冥想完起来以后，感觉过了一会儿，发现整个左手都不能动，只能扶着墙走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一天的运动。不过呢，其实真的是跟第1天或者是第5天比起来，今天的感觉全身的 sensation 会更多，然后进入状态也会更快。今天是第10天的冥想完成了，我觉得这是这10天以来状态最好的一次，因为我发现这一次我的注意力能够集中的比之前要久。其实虽然之前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跑神，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进步，但是其实 it's okay， 它的进步其实是在比较缓慢的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只要你坚持下去，过一段时间你回头看，就会肯定能发现自己其实进步了很多的。姿势上来说，就是认定了一个姿势就不要变。对，冥想的时候其实会有脑子里有很多 idea， 关于一些比如说拍视频的呀，或者是一些平时白天在想一直没有解的东西，在冥想的时候它其实会出现，但是等1小时到了以后我又会忘记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一直都有。今天是10月16号，今天晚上临时订了一个回温哥华的飞机，所以就一直有点小激动吧，脑子就会有很多想法，停不下来。但是还好，其实就是安住在所有的这些想法里，继续1个小时的冥想。哒啦，今天是10月17号，冥想结束。今天晚上有一种感觉焦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焦虑，然后有一点 craving 甜食，然后我就开始冥想了。就是很神奇的是，只要我一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所有的感觉全部消失了。我不想再吃东西了，然后也没有焦虑的感觉，反而是一种很舒服，像是回到了最原始的一个地方的一种感觉。就这样，每天坚持2小时的冥想，渐渐发现自己的焦虑和压力极大的减少了，平时生活也能更加专注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。不但如此，对自己的情绪觉察力变得更敏锐，更有觉知。情绪起伏都是无常中的日常，而以第3人称的视角来观察自己，也能帮助我迅速从任何情绪里回归到平静。今天
是10月21号，第21天，基本上都是差7分钟的时候会醒过来，但是会坚持做完。今天听了很多那个异度门，他说烦恼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期待，我们自己会觉得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这样的东西产生的。希望以后尽量不要对任何的人、任何的事有任何的期待，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，好还是坏，就是去体验它。就像我做冥想一样，我不要带着任何期待去冥想。今天是10月22号，有点感觉好像我哪天我不打坐，我就有点不习惯了。其实他那个什么21天改变习惯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的。真的就会越来越觉得打坐这件事情就像你要刷牙一样，你睡前早上起来必须要刷牙，不然你就会觉得很难受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了。出来了啊，好舒服啊！就太阳慢慢出来以后照在身上那一刻，好感动，就是感觉像是有了光，所有的一切就有了生命。今天肯定又是开心的一天。Long Beach， 因为开车要20分钟。现在人也特别小，但是很宁静。刚刚看到了 Pipe， 就是皮克斯有拿它的做动画，好像小黄人开场前他会放一个短动画，就是说的这个鸟，特别特别可爱。每一次来这里都会看到它们。The great yellow sun is reflecting in your deep blue eyes. The day has begun. You spin around, you laugh to yourself. And I see you shine in every color, resting your head in my arms. You sing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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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赶在下雨的前几天过来走走，现在这种天气，今天周一，所以人又很少。铅铅灰灰的这种颜色也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这是在 Tofino 的最后一周了，得赶紧把冰箱里的食品都解决掉。还剩一点白葡萄酒，然后刚好今天下午我不会再开车了，所以打算就喝一点酒。是用这样的杯子喝白葡萄酒，是不是感觉更好喝了？刚跟一个老太太聊天，她说她每次来这里她都不会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每一次来这里都会有新的东西。我也发现这个岛这一片应该就是 Tofino 我最喜欢的地方。这边有2个海滩，这是 Chesterman， 往那边走是 Cox Bay， 在这里可以看到日落日出，然后一直有海浪的声音围着你。每次来这里都会碰到不同的风景，有不同的动物，是 amazing。下次来我肯定就住在这个附近了，我应该就不会住在downtown了。作为风光摄影师，曾经一到日出日落时就会开始焦虑，担心出门了却什么都拍不到，也担心因为待在家错过了本应该拍到的风景。尝试过在火烧云预警时不带相机出门，静静地观察自己的心理状况。我到底是在焦虑什么？担心什么？原来的我一直认为，只有不错过，而且拍到了想要的照片才是好的。若没有用相机捕捉到这些风景，就是一种浪费。其实说到底，我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事情的本身，而是来自于自己对这些客观事物非黑即白的定义，并且对其抱有执念。仔细想想，其实每一刻都是不可替代的，
放下了自己对好与坏的执着，不去定义什么是对的和错的，自己收获的是一份更能专心享受每一个当下的从容。或许这是在 Tofino 的生活和冥想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吧。不管是暴风雨还是好天气，不管去到哪里和谁一起，都不要忘记每一刻都有每一刻存在的价值，都有它那份独特的美。刚刚的冥想比较特殊，我进入状态特别的快，就是一坐下，然后开始扫描的时候，整个身体就开始震，感觉到很多的那种类似电流啊什么东西就开始通向全身。然后闹钟响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小时过得太快了，不是平时觉得1个小时的那个概念，可能就是15分钟anyways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。今天是离开的日子，早上的日出好像是 Tofino 给我准备的惊喜。告别了和自己朝夕相处1个月的小房间，总算踏上了返回温哥华的旅程。好美啊！温哥华见。30天之后的我，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我，更自信，更快乐，更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。也谢谢自己30天的坚持，让冥想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持续给予我回归中心的力量。所以生活到底是给了我一颗糖，还是一个耳光呢？